在长安未央宫的深殿内，一幅描绘周公辅佐年幼成王，接受诸侯朝拜的图画，将汉武帝最后的托付与西汉未来的命运牢牢系在了霍光身上。这个曾依赖兄长霍去病荫庇的平阳小吏之子，将在接下来的20年里，以定海神针之姿稳住武帝晚年的乱局，一手托起昭宣中兴的曙光，却也因权力的失控与家族的放纵，最终让霍氏一族落得族灭的结局。他废立皇帝，主导盐铁会议，每一步都踩在西汉政治的刀尖上，既被赞为功比周公的社稷之臣，也被斥为擅权乱政的权臣样本。当我们翻开《汉书》中那些关于他的记载，看到的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脸谱，而是一个在皇权博弈中挣扎的复杂灵魂。他的人生早已超越个人命运，成为一面映照古代政治权力本质的镜子，让千百年后的我们仍能从中读懂权力与人性的纠缠，功绩与悲剧的共生。霍光，字子孟，来自于河东郡平阳县，今山西临汾，出身于一段充满命运巧合的特殊家庭。他的父亲霍仲庐本是郡县小吏，早年因差事在平阳侯府服役时，与府中侍女魏媪之女魏少儿有过一段私情，二人共育一子，便是后来以封狼居胥名震天下的骠骑将军霍去病。这段缘分并未长久，霍仲庐不久后离府归乡，另娶妻室，生下了霍光，自此与魏少儿母子断了往来。谁也未曾想到，这份看似中断的关联，竟成了改变霍光一生的伏笔。魏少儿的妹妹卫子夫，后来被汉武帝选入宫中，一步步登上皇后之位，魏氏家族也随之崛起为西汉最显赫的外戚集团。卫子夫的弟弟卫青官至大司马大将军，率军大败匈奴，收复河朔。外甥霍去病更是少年成名，以匈奴未灭，何以家为的壮志横扫漠北，成为西汉一代名将。霍光最初能与这份权势产生连结，因他是霍去病的一亩地。公元前121年，霍去病在河西之战中大败匈奴，收复河西4郡，凯旋途中特意绕路平阳，专程寻回生父霍仲庐。面对这位早年缺席自己成长的父亲，霍去病没有怨言，反而为他购置了大量田宅，奴婢以安享晚年。得知自己还有个年仅10余岁的一亩地霍光后，他更当即决定将霍光带回长安。这一决定彻底改写了霍光郡县小吏之子的人生轨迹。长安的政治漩涡虽危险，却也为他打开了通往权力核心的大门。到长安后，霍去病对霍光的培养倾尽心力。遗憾的是，这份兄弟情谊仅维系了4年。公元前117年，霍去病猝然病逝，年仅24岁。汉武帝对这位爱将的离世悲痛不已，为他举办了远超寻常功臣的盛大葬礼，调发边境无蜀国的铁甲军，从长安一直排列到茂陵，以军阵送葬，彰显骑破匈奴、安边境的赫赫战功。兄长离世后，霍光失去了最坚实的庇护，在人才济济的长安朝堂，只能靠自己站稳脚跟。起初，他先后担任奉车都尉、光禄大夫等职，这些职位虽不算显赫，却有一个关键优势，能时刻伴随在汉武帝左右。这份近臣身份，让他得以近距离观察武帝处理政务的方式，积累了宝贵的政治经验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凭借2点赢得了武帝的信任：一是自身的勤勉与谨慎，凡事亲力亲为，从不出错；二是因为霍去病之地和魏氏外戚集团成员的特殊身份，这份关联让武帝对他多了一层天然的亲近与放心。久而久之，
霍光逐渐从普通近臣成为武帝身边的核心心腹。武帝晚年常巡游各地，霍光始终以奉车都尉的身份贴身随行，不仅要负责皇帝车马的安全调度，更多次参与机密决策。要知道，武帝晚年因巫蛊之祸的阴影，猜忌心极重，连丞相公孙贺都因卷入巫蛊嫌疑而被族灭，朝中大臣人人自危。但即便如此，武帝始终让霍光掌管宫中宿卫的调度权，宫廷禁军的部署、宫门的出入管理，全由霍光负责。能在猜忌之君手下掌管最核心的安保权力，可见武帝对霍光的信任已到托付身家的程度。就这样，霍光在武帝身边侍奉了20余年。漫长岁月里，他的谨慎近乎刻板。据《汉书》记载，他每次出入宫殿，上下殿门、廷部、行进的位置都分毫不差。有人曾暗中在他廷部的地方做过标记，事后核对，发现竟没有丝毫偏差。这份零差错的严谨，或许正是他能在武帝晚年的政治动荡中安然无恙，甚至持续获得信任的关键。在猜忌心重的君主眼中，可靠比有才更重要。霍光凭借20余年零差错的谨慎与忠诚，在武帝心中筑牢了信任根基，而这份信任很快就要迎来最严峻的考验。武帝晚年，西汉王朝的政治局势已如暗流涌动的深潭，一场足以颠覆朝堂的危机正在酝酿。公元前91年，巫蛊之祸骤然爆发，整个朝野为之震动。彼时的汉武帝年事已高，愈发迷信鬼神之说，对巫蛊诅咒更是深恶痛绝。宠臣江充素来与太子刘据有嫌隙，见武帝对巫蛊之事敏感，便借机构陷，声称太子宫中藏有巫蛊木偶，意图诅咒皇帝。太子刘据本无反心，却在江充的步步紧逼下走投无路，只得起兵诛杀江充。可这一行为又被曲解为谋反，最终在武帝的追捕中被迫自杀。这场悲剧不仅让汉武帝痛失太子，导致储位悬空，更让朝堂陷入人人自危的混乱。牵连其中的大臣、宗室不计其数，西汉的统治根基险些动摇。痛定思痛后，武帝在立储之事上变得愈发慎重。彼时他的其余诸子中，燕王刘旦自视甚高，曾暗中谋求储位，令武帝不满。广陵王刘胥行事放纵，缺乏帝王应有的沉稳。昌邑王刘破又早已病逝，储位人选一度陷入僵局。就在此时，宠姬钩弋夫人赵婕妤所生的幼子刘弗陵渐渐走进了武帝的视野。刘弗陵虽年幼，却体格健壮，聪慧机敏，言行举止间颇有武帝少年时的英气，让晚年的武帝看到了希望。可即便确定了储君人选，武帝心中还藏着一层更深的忧虑。他深知汉初吕后干政的教训，担心自己100年后，年轻的钩弋夫人会效仿吕后，凭借太后身份掌控朝政，危及刘氏江山。未绝后患，武帝最终做出了一个残酷的决定，借故赐死钩弋夫人。这一举措虽未像后世北魏那样形成立子杀母的明确组织，却开了封建王朝为保皇权牺牲后妃的先例，也从侧面印证了武帝晚年对权力传承的极端谨慎。解决了储位人选与女主干政的隐患后，挑选辅政大臣成为武帝临终前最重要的事。他需要的不仅是有能力的臣子，更是能相互制衡，确保幼主安全的权力组合。思来想去，他将目光锁定在了霍光身上，特意命宫廷画师绘制了一幅周公辅佐年幼成王的画，赐给霍光。这幅画的寓意再明确不过，
武帝希望霍光能像西周时的周公那样，放下个人权欲，尽心辅佐年幼的刘弗陵，守护汉室社稷。对霍光而言，这幅画既是武帝毕生信任的终极象征，更是一份重于千金的托付。他要守护的不仅是一个幼主，更是整个西汉王朝的未来。最终，武帝敲定了由4人组成的辅政班子。这套人事安排暗藏着精密的权力制衡逻辑，每一位大臣的职责与权限都经过审慎考量。首位是霍光，任大司马大将军，并领尚书事，总揽军政大权，位居首辅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领尚书事一职虽非霍光首创，此前却只是负责文书传递的闲职，正是霍光任职后，对这一职位的职能进行了关键调整。他将尚书台从普通办事机构升级为决策中枢，规定百官奏书须先经尚书台筛选，由尚书台拟定初步处理意见后再呈送皇帝。这一改动让领尚书事成为名副其实的百官之首，也为霍光后续执掌朝政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。其次是车骑将军金密堤，他本是匈奴降将，没有复杂的朝堂派系牵绊，却因忠诚笃厚，行事谨慎，深得武帝信任。武帝让他兼掌部分禁军兵权，目的便是以其军权制衡霍光，避免霍光在军事上独大。第3位是左将军上官桀，作为朝中老臣，他熟悉朝堂规则与行政流程，却缺乏独掌大权的威望与根基。武帝安排他辅助处理日常政务，既利用了他的经验，又因其无独大之力，不会对其他辅臣形成威胁。最后是御史大夫桑弘羊，他擅长理财，长期掌管国家财政，同时以副丞相之职负责监察百官，但他没有直接统军的权利，只能从财政收支与官员监察2个层面，对霍光、金密堤等人形成约束。4位辅臣各有分工，他们既互为补充，协同理政，又彼此牵制，互不越界，从根源上规避了单一权臣独揽大权的风险。公元前87年，汉武帝在五乍宫病重垂危，他强撑着最后一口气，将4位辅政大臣召至病榻前，正式托付后事。霍光跪在病榻旁，看着弥留之际的武帝，泪流满面地问道：如果陛下有不测，该由谁来继承皇位呢？武帝虚弱却坚定地答道：你还没明白之前那幅画的意思吗？立我的小儿子刘弗陵为帝，你要像周公辅佐成王那样辅佐他。这句话既是武帝的最终遗命，也标志着霍光正式接过了辅佐幼主、执掌朝政的重任。从此刻起，这位曾依赖兄长庇护的平阳小吏之子，成为了汉朝实际上的最高执政者。接过武帝托孤重任时，新即位的汉昭帝刘弗陵年仅8岁，日常起居由姐姐鄂邑长公主照料，朝堂政务自然全凭辅政大臣主持。作为首辅的霍光，很快便在治国实践中展现出政治才能。他没有延续武帝晚年的激进政策，反而敏锐地察觉到帝国的深层危机，数十年对外征战，对内兴修工程，早已让百姓疲弊，国库空虚。此时的汉朝最需要的不是开拓，而是修养。于是霍光将轻徭薄赋、与民休息定为核心国策。据《汉书》记载，这一时期多次下诏减免全国田租，最终确立30税1的税制，部分年份还免除了3府、太常等地区的全年租税。针对流民问题，朝廷明确招抚政策，鼓励流亡百姓返乡，恢复其原有田宅。这些举措并非空泛的政令，《汉书·识货志》明确记载，仅元凤年间，
全国流民大量返乡，关中、河东等核心区域的耕地面积较武帝晚年显著增加，农耕经济的复苏，为后来昭宣中兴的治世局面埋下了关键伏笔。随着治国成效逐渐显现，朝堂之上，霍光作为首辅大臣，其核心地位无人可撼。但权力的巅峰从来都是漩涡中心，即便霍光行事谨慎，也很快陷入权力争斗的漩涡。他与同为辅政大臣的上官桀父子，这对原本的姻亲，终究在权力欲望面前走向了不可调和的对立。上官桀之子上官安为攀附皇权，巩固家族地位，计划将年仅6岁的女儿，也就是霍光的外孙女送入宫中，谋夺后位。霍光身为外祖父，却当即严辞拒绝了这一提议。在霍光看来，外孙女年幼，卷入宫廷纷争太过危险，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他洞悉上官家想借皇后身份干预朝政的野心。被拒后的上官安并未就此放弃，他明白要达成目的必须另寻他路。鄂邑长公主，也就是昭帝的姐姐，当时在宫中颇具影响力，成为了上官安眼中的关键突破口。上官安设法攀附鄂邑长公主，通过公主的情夫丁外人牵线搭桥，成功将女儿送进宫中。上官安的女儿进宫后先为婕妤，数月后便被立为皇后，上官家也因此权势大增。上官家族为报答长公主的恩情，试图为丁外人谋取官职。他们先是请求将丁外人任命为光禄大夫，霍光以无功劳不得为官为由，坚决驳回了这一请求。而后上官桀父子变本加厉，请求封丁外人为列侯。在汉代，非军功者极难获封列侯爵位，霍光自然不会同意。除此之外，霍光还多次凭借手中权力，阻止上官家族其他亲戚通过裙带关系获取官职，因此彻底激怒了上官桀父子。一次次的挫败，让上官桀父子对霍光的不满如火山般爆发。昔日因姻亲结成的同盟，在权力的腐蚀下彻底破裂，双方沦为针锋相对的政敌。上官桀父子联合长公主、御史大夫桑弘羊以及心怀不满的燕王刘旦，暗中结成反对霍光的同盟，试图一举扳倒霍光，夺回朝堂控制权。一场惊心动魄的权力争斗就此在西汉朝堂拉开帷幕。这场暗流涌动的权力斗争，终于在公元前80年彻底爆发。上官桀等人精心策划了一场诬陷阴谋，他们找人冒充燕王上书，弹劾霍光僭越礼制，说霍光外出聚集郎官和羽林骑练兵，在路上称为皇上出行倾倒，又擅自增调将军府的校尉，有图谋不轨之嫌。他们计划趁霍光休假无法辩解之际，将奏书呈给昭帝，再由上官桀在朝中煽动群臣，一举将霍光定罪罢免。可他们万万没料到，这场看似天衣无缝的计划，竟被年仅14岁的汉昭帝一语戳破。昭帝接到奏书后，很快察觉出破绽，他当即召见霍光，亲手为他整理好官帽，安抚道：“我知道这奏书是假的，将军无罪。”随后昭帝条理清晰地分析道：“将军调动军队，若真有异动，不过10日便可完成部署，远在千里之外的燕王怎么会立刻知晓？更何况将军若想谋反，又何须靠增调几个校尉来壮大势力？”这番话不仅洗清了霍光的嫌疑，更让满朝大臣惊叹于少年皇帝的聪慧。昭帝随后下令追查奏书的真正起草者，还明确下诏：今后若有人在上书毁谤霍将军，
一律严惩不贷。上官桀等人的诬陷计破产后，见无法从昭帝那里找到突破口，索性决定铤而走险，发动政变。他们计划由鄂邑长公主设宴邀请霍光，在府中埋伏士兵，待霍光赴宴时将其刺杀，随后废除昭帝，迎立燕王刘旦为帝。然而政变计划尚未实施，便不慎泄露。霍光得知消息后，没有丝毫犹豫，立即调动军队控制局面。他先是下令逮捕上官桀父子桑弘羊和丁外人，并族灭。鄂邑长公主与燕王刘旦见大势已去，被迫自杀。经此一役，朝堂上反对霍光的势力被彻底清除，他的权力达到了巅峰。平定上官桀之乱后，霍光虽已成为汉朝实际掌权者，但他并未沉溺于权力的掌控，而是将重心重新拉回治国理政。在接下来的数年里，他始终坚守与民休息的核心国策。最具代表性的举措便是公元前81年的盐铁会议。武帝以来的盐铁官营和军书平准虽充实了国库以抗匈奴，但也引发官营垄断与民争利等矛盾。霍光主导，由丞相田千秋出面，召集各地贤良、文学，与御史大夫桑弘羊就盐铁9专卖及军书平准展开辩论。贤良、文学主张罢废，桑弘羊强调国防经费与国家安全力主保留。霍光没有偏向任何一方，而是选择折中。会议结束后，他下令取消了各郡国的9类专卖制度，盐铁专卖大体保留，同时对军书平准的执行方式做出调整，呈现民生与国防的平衡取向。在这一系列政策的推动下，西汉社会逐渐从武帝晚年的疲弊中恢复生机，百姓生活日渐充裕，国库慢慢充盈，周边部族也因汉朝国力回升而肆意宾服。史书中记载的昭宣中兴，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显现雏形。但权力的腐蚀性也在此时悄然显现。随着地位愈发稳固，霍光的专权痕迹逐渐加重。他虽无篡逆之心，却不自觉地将权力向家族与亲信集中。朝中重要职位几乎被霍氏家族与心腹占据，儿子霍宇、侄孙霍云任中郎将，直接参与宫廷宿卫；侄孙霍山任奉车都尉，掌握部分兵权。2个女婿更分别担任度辽将军、未央卫尉与长乐卫尉，牢牢掌控着宫廷禁军的核心力量。连昆弟、朱旭、外孙等远亲也通过举荐或联姻获得官职。霍氏家族如同一张密不透风的网，将朝堂要害部门尽数笼罩。这种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的局面，虽让霍光的权力达到顶峰，却也为日后家族的覆灭埋下了隐患。就在霍氏家族的权力网络愈发紧密时，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打破了朝堂的平静。公元前74年4月，年仅21岁的汉昭帝突然在未央宫驾崩，且生前并未留下子嗣。对霍光而言，这既是足以动摇国本的重大政治危机，也暗藏着巩固权力的微妙机会。新君的人选由他主导决定，意味着他可以继续掌控朝政走向，但同时权力不当也可能引发朝野动荡，反噬自身地位。作为大司马大将军，霍光第一时间召集丞相杨敞、车骑将军张安世等核心重臣，在未央宫紧急商议立嗣大事。当时汉武帝的6个儿子中，仅广陵王刘胥在世，按兄终弟及的惯例，大臣们起初大多倾向于立刘胥为帝，但霍光却坚决反对。他心里有2层顾虑：一是刘胥在武帝生前就因行为放纵、不遵礼法被排除在储位之外，如今若违背武帝遗愿立他为帝，恐难服众；
二是刘胥已于壮年，性格张扬且有自己的势力根基，一旦即位，必然不愿受霍光牵制，自己苦心经营的权力格局或将瓦解。就在双方僵持，霍光犹豫不决之际，宫中一位郎官的上书恰好解了他的困局。这位郎官在奏书中援引古制，阐述废长立少、择贤而立的道理，恰好与霍光利益于掌控的年轻君主的想法不谋而合。霍光当即把这份奏书拿给众大臣传阅，借着天意民意的名义极力说服众人，最终打破了分歧，确定选立汉武帝的孙子昌邑哀王刘破之子刘贺为帝。这个选择在当时看来有些出人意料。刘贺在封国时就以行为放纵，耽于享乐闻名，但或许正是这份荒唐的名声，让霍光认为他资质平庸，易于掌控。很快，霍光派人前往昌邑国迎接刘贺入京，一场看似平稳的权力过渡就此展开。可霍光万万没料到，自己的判断竟出现了致命偏差。刘贺即位后，非但没有如他预期般易于掌控，反而基于挣脱束缚，疯狂培植自己的势力。他从昌邑国带来的200多名旧臣，刚入长安便被尽数提拔，有的被任命为郎中令，掌管宫殿门户的关键职权；有的补任卫尉属官，直接参与宫廷宿卫调度；更有甚者被安插进尚书台，涉足政务核心。短短27天里，西汉原本稳定的行政与安保体系，几乎被昌邑旧部搅得混乱不堪。更荒唐的是，刘贺全然不顾帝王礼制与先帝丧期的规矩，他私自赏赐旧臣金帛，数额累计逾100万，频繁调遣长乐宫的卫士陪自己嬉戏打猎，全然无视禁军的守卫职责，甚至在扶丧期间与近臣饮酒作乐，观看斗虎豹表演，将朝堂礼制抛诸脑后。《汉书》中记载，刘贺在27天内做了1127件荒唐事，这个数字或许有夸张成分，但足以印证他的肆意妄为已到了恐危社稷的地步。面对愈发失控的局面，霍光意识到不能再退让。若任由刘贺折腾下去，不仅自己多年经营的朝局会付诸东流，汉室江山的稳定也将岌岌可危。于是他暗中召集车骑将军张安世等核心重臣，在密室中紧急商议。席间，霍光难掩焦虑，甚至落泪问道：昌邑王昏乱，恐危社稷，诸位看该如何是好？田延年当即免官顿首，直言：将军身为国之柱石，既然看清此人不可承继大统，就该果断定计，另选贤明宗室立之，切不可因犹豫误了社稷。张安世、丙吉等人也纷纷附和，坚定了霍光废昏立民的决心。不过，霍光行事素来注重礼法程序，并未贸然行动。他先是率领群臣前往长乐宫朝见上官太后。这位太后本是霍光的外孙女，此时年仅15岁，对朝政虽不甚熟悉，却对霍光言听计从。霍光向太后详细陈述了刘贺的种种荒淫之举，逐条说明其危害，恳请太后下诏废除刘贺。为防止意外，他又提前安排，将刘贺带来的昌邑旧臣尽数驱至金马门外看管，严禁他们与刘贺互通消息。同时特意命令侍卫贴身跟随刘贺，既防止他一时冲动自杀，让自己背负弑君的罪名，也彻底切断他与外界联络的可能。一切部署妥当后，太后下诏召见刘贺。当刘贺踏入长乐宫承明殿时，霍光已率领丞相、御史大夫、列侯等文武百官在殿内等候。待刘贺就位，尚书令上前宣读群臣联名的奏书，一条条列举他27日来的过失，
最后明确奏请，祖宗宗庙不可托付于不道之君，陛下无法承继天命正统，应当废除。奏书读完，太后当即下诏准奏。霍光立刻上前，亲手解下刘贺身上的皇帝玺绶，捧着交还太后，随后扶刘贺下殿，郑重说道：臣等冒死奏请，实在是社稷安危重于君主之位，陛下应当自珍自重。刘贺望着满殿文武，虽有不甘，却无力反驳，只能免官谢罪，随后被专人送至昌邑王就地安置。这场震动朝野的废帝之举就此落下帷幕。刘贺这位仅在位27天的君主，成了西汉历史上的特殊注脚，而霍光这不避嫌疑，以社稷为重的举动，也成了他权力生涯中最具争议的一笔。废除刘贺后，西汉朝堂再次陷入国无君主的真空状态，立谁为帝成了霍光必须尽快解决的关键难题。若迟迟无法确定新君，不仅会引发朝野恐慌，更可能让反对势力抓住机会发难。就在霍光与群臣反复斟酌人选时，光禄大夫丙吉向他递上了一份关键奏书，举荐时年18岁的前太子刘据之孙，汉武帝曾孙刘病已，后改名刘询为帝。丙吉在奏书中恳切直言，今社稷宗庙群生之命在将军之一举，既点出立帝之事的紧迫性，也暗中强调了霍光的决策权重。为了让举荐更有说服力，丙吉还特意提及自己的调查。他私下打听民间议论，发现当时在世的宗室诸侯多因骄奢失德，在百姓中名声不佳，而刘病已虽长期生活在民间，却通经术，有美才，行安而结合，不仅熟悉民间疾苦，更具备君主应有的品行与学识，恰好符合立贤的标准。霍光看到奏书后，并未贸然决定，而是第一时间与核心盟友张安世商议。张安世是前御史大夫张汤之子，为人谨慎周密，手中掌握着部分禁军兵权。此前废除刘贺的行动中，正是他的军事支持，才让霍光底气十足。对霍光而言，张安世不仅是下属，更是关键时刻可信赖的定海神针。二人的政治同盟本就是昭宣之际政局平稳的基石。经过一番商议，二人一致认为，刘病已没有强大的外戚背景，不会像昌邑王那样基于培植势力，更易稳定朝局，且丙吉的举荐合情合理，既符合嫡庶亲疏的宗法秩序，也顺应了立贤的舆论期待。很快，霍光联合丞相杨常等重臣上奏上官太后，正式请求立刘病已为帝。公元前74年，刘病已从长安上冠里的民间居所被迎入未央宫，先按礼制朝见皇太后，被封为阳武侯。汉代无爵者不得为帝，封爵是为了补齐称帝的礼法程序。随后，霍光率领文武百官献上皇帝玺绶，刘病已正式即位，即汉宣帝。当18岁的刘询身着帝袍站在未央宫前时，这位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民间皇帝内心满是复杂的滋味。他清楚记得自己的祖父刘据因巫蛊之祸满门遇害，自己是靠着玉立的庇护才侥幸存活，如今能登上帝位，全靠霍光的一句话。而前任刘贺27天被废的先例，更让他深刻明白，这位权臣的权威足以决定君主的命运。长期的民间生活让他看透了人情冷暖，也深谙权力运作的残酷，这份清醒成了他即位后最珍贵的生存智慧。正因如此，宣帝即位之初便对霍光表现出极致的尊重与谦逊。据《汉书》记载，他即位后不久就下诏明确，所有政务必须先经霍光审阅定夺，才能呈给自己。这一安排看似将皇权拱手相让，
实则是宣帝的精准判断，延续霍光在昭帝时期的执政模式，既能稳住朝堂旧臣，也能让霍光放下对自己的戒心。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，宣帝每次见到霍光都虚心谦卑，这种姿态既是对霍光权势的认可，更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政治策略。这份表面的谦意背后，藏着一场高段位的博弈。宣帝刻意将霍光捧到周公辅政的道德高峰，实则是为他套上社稷功臣的枷锁。一旦霍光被定义为周公在世，他的任何权力行为都必须符合忠臣辅政的形象，即便日后宣帝收回权力，也能以尊重功臣为由，避免落下忘恩负义的骂名。而霍光若主动还政，反而会显得像是未尽辅政之责，只能继续留在权力核心。果然，当霍光做出归政试探时，宣帝的应对恰好印证了这一点。霍光见新君态度谦逊，曾口头表示愿意将权力交还宣帝，这与其说是放权，不如说是对新君的政治试探。宣帝当即明智拒绝，不仅下诏挽留霍光继续辅政，还加封他17000户食邑，加上此前的封邑，总计达2万户。要知道，汉代开国元勋萧何的食邑也不过15000户，霍去病更是只有16000户，霍光的封赏已然超越了西汉绝大多数功臣。与此同时，整个霍氏家族的权势就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。朝堂表面也一片平静，但平静之下早已暗流涌动。宣帝虽年轻，却在民间摸爬滚打多年，养成了坚韧隐忍的性格与洞察人心的政治智慧。他深知霍氏家族盘根错节，权倾朝野，稍有不慎便可能重蹈刘贺覆辙，因此从即位之初就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警惕。据《汉书》记载，宣帝还在民间生活时，就听说霍氏家族权势显赫，做过不少违法的事，心里早就对霍家有了戒备。即位后，他没有急于与霍家对抗，而是悄悄开始布局，一面继续对霍光表现出尊重，一面暗中提拔自己在民间时的故交，以及出身寒门却有才干的士人，让这些人进入尚书台、御史台等关键部门，为日后亲政积累力量。这种不动声色的抗衡，在立后仪式上首次显露端倪。当时满朝大臣都深知霍光的心思，纷纷进言请求立霍光之女霍成君为皇后，这本是符合权臣联姻惯例的选择，却被宣帝以一种委婉而坚定的方式拒绝了。他特意下了一道寻微时故见的诏书，意思是朕当年处境贫寒时，有一把常用的旧剑，现在非常想念它，各位大臣能不能帮朕把它找回来？这道诏书表面上是说找剑，实际是借着旧剑的由头，暗指自己在民间时娶的原配妻子许平君，明确表达了要立许平君为皇后的想法。宣帝此举既是对许平君的深情，更是对霍氏势力的第一次温和抵制。他用念旧情的理由，既避免了与霍光的直接冲突，又向朝野传递出朕有自主意志的信号。霍光虽心中不满，却也因宣帝的理由合情合理，且不愿在即位初期就撕破脸，最终只能默认。但霍光的继室显夫人却对此事耿耿于怀，他一心想让女儿霍成君成为皇后，以巩固霍家在后宫的势力。宣帝的决定让他的野心落了空，也为日后的悲剧埋下了种子。公元前71年，许平君怀孕生子，显夫人终于找到了机会，她暗中买通许平君身边的郎中淳于衍，让淳于衍在为许平君调理产后身体时悄悄下毒。许平君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去世，消息传出，朝野震动，
宣帝强忍悲痛，表面下令彻查皇后死因，实则暗中授意官员放缓节奏，观察霍家反应。他早已对霍家心存戒备，不愿打草惊蛇。随着调查深入，线索渐渐指向淳于衍。有关官员逮捕淳于衍后，很快查出他与显夫人的关联，并将霍显涉嫌谋害皇后的奏报呈给了霍光。此时的霍光面临着人生中最艰难的抉择：若依法追查，妻子显夫人必将被定罪，甚至会牵连整个霍氏家族；若隐瞒此事，便是对皇帝的欺骗，对国法的践踏，一旦暴露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在家族利益与君臣道义的挣扎中，霍光最终选择了前者。他压下了有关霍显的奏报，以淳于衍单独作案为由，草草结案，没有追究显夫人的责任。这个看似保全家族的决定，实则为霍氏的覆灭埋下了最致命的祸根。宣帝虽未当场发作，却早已从蛛丝马迹中察觉到真相，心中对霍家的猜忌与怨恨从此深重。许平君死后不久，在霍光的安排下，霍成君顺利入宫，被立为皇后。成为皇后的霍成君完全延续了霍家的奢靡作风。他出入时车驾侍从浩浩荡荡，赏赐宫中官属动辄以千万钱计，与许平君在位时崇尚的节俭之风形成鲜明对比。这种铺张不仅引起了朝中正直大臣的不满，更让宣帝愈发反感。霍成君的每一次奢靡举动，都在提醒他许平君的冤死，也让他更加坚定了铲除霍家的决心。随着时间推移，霍光的年龄越来越大，健康状况也日渐下滑。公元前68年春天，这位执掌汉朝政权长达20年的权臣终于病倒。宣帝得知后，亲自驾临霍光府邸探望。看着病榻上形容枯槁的霍光，宣帝不禁为之落泪。这泪水并非全是伪装，尽管两人之间隔着权力的猜忌与许皇后的冤仇，但宣帝也清楚，若没有霍光的辅佐，自己或许永远只是一介平民，西汉也难以从武帝晚年的混乱中恢复。这份复杂的情感让宣帝对霍光仍存有一丝尊重。霍光在病榻上清醒时，曾向宣帝上书谢恩，其中还提出一个请求，希望将自己封国中的3000户食邑分封给哥哥霍去病的孙子霍山，封霍山为列侯，以供奉霍去病的祭祀。这个请求既体现了霍光对家族后事的安排，他希望通过封赏霍山继续维系霍氏家族的地位，也暗含着一种微妙的信号。他已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，开始主动释放分散权力的姿态，暗示愿意将部分权力交还皇帝。宣帝当即同意，将此事交给丞相、御史大夫办理，同时还加封霍光之子霍宇为右将军。表面上看，这是对霍家的安抚，实则宣帝早已开始布局。他深知霍氏家族根基深厚，在霍光生前避免激化矛盾，既能稳住局面，也能为自己争取时间，调整人事安排，为日后亲政铺路。公元前68年，霍光与世长辞，朝廷追谥他为宣城侯，准许他陪葬汉武帝的茂陵。宣帝和上官太后亲自为霍光主持葬礼，送葬军阵从长安一直排列到茂陵，规格堪比皇室成员。下葬时，宣帝又赐给霍家绣被白领、衣物50箱，还有象征皇室规格葬具。这份极高规格的葬礼，既是对霍光安定社稷功绩的认可，也藏着宣帝的深层考量，用极致的荣宠安抚霍氏家族，让他们放松警惕，为自己接下来的收权行动减少阻力。
葬礼的荣宠尚未消散，宣帝对霍氏集团的权力回收已悄然启动。他深知霍氏家族的权势根基不除，亲政便只是虚名。他没有立刻对霍家采取强硬行动，反而延续了表面的优容，封霍光侄孙霍山为乐平侯，仍让他以奉车都尉身份领尚书事，允许霍光之子霍宇继承博陆侯爵位，甚至将其升任大司马。但关键的调整藏在细节里，霍宇的大司马职位无印绶，不领兵，看似升了官，实则被剥夺了调动军队的实权。这种明升暗降的人事手段，既避免了霍家立刻反弹，也悄然开启了权力回收的第一步。更关键的变革藏在权力机制的重构中。此前，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之名，牢牢掌控着朝政核心，所有奏章需先经他审阅，甚至由他拟定处理意见后再呈给皇帝，皇帝几乎成了盖章工具。宣帝深知这一制度的弊端，上任后便下令改革，让尚书台对吏曹、户曹等部门的奏书需先送丞相魏相、御史大夫丙级审核，待二府签署明确意见后再呈报皇帝。这一调整看似只是增加审核环节，实则彻底剥夺了时任领尚书事霍山先看奏章的特权。霍家再也无法通过尚书台掌控朝堂动向，失去了预判政策、干预决策的关键渠道。兵权的回收则更为直接。宣帝以宫廷安保调整为由，将霍家女婿掌控的未央卫尉和长乐卫尉之职改由自己亲信担任。这两个职位掌管着皇宫的核心禁军，此前一直是霍家控制皇帝的重要筹码，如今被宣帝亲信接管，意味着霍家彻底失去了对宫廷的武力掌控。这些调动或明或暗，看似只是常规人事变动，实则精准地将霍家势力从京师要害部门与军队系统中剥离，为后续清算埋下伏笔。霍家的不安感在宣帝立太子仪式上达到了顶峰。宣帝将与许皇后所生的儿子刘氏立为太子，这一决定直接威胁到霍皇后的地位。若刘氏未来继位，霍成君作为非生母皇后，不仅会失去权力，甚至可能性命难保。霍显得知消息后怒不可遏，竟教唆霍成君暗中下毒谋害太子。可宣帝早有防备，安排太子保姆先尝饮食，每次霍成君送来的食物都需保姆试吃无毒后才让太子入口，几次下毒都以失败告终。这件事虽未公开，却让宣帝对霍家的猜忌与怨恨彻底爆发，也让他下定决心必须彻底铲除霍氏集团。公元前67年，宣帝抛出了关键的制衡棋子，他下诏封已故许皇后的父亲许广汉为平恩侯。汉代非军功不封侯，许广汉无战功却获封爵，这一信号再明确不过。宣帝要扶持外戚许氏家族，以其作为对抗霍家的重要力量。与此同时，他还提拔御史大夫魏相为给事中，让魏相得以直接出入宫廷，参与核心决策。魏相为人刚直，早已不满霍氏专权，上任后便通过许广汉向宣帝秘密上书，一条条列举霍氏子弟骄奢放纵、僭越礼制的行为，直言霍氏势大，若不早除，恐生祸乱，建议宣帝逐步损夺其权，瓦解其势。此时的霍家早已被恐慌笼罩，霍氏子弟频繁听到宫中传言，说许皇后之死与霍家有关，人人自危，却不知如何应对。走投无路的霍显终于将当年毒杀许皇后的真相全盘告诉了霍宇、霍山、霍云。
三人得知家族竟背负着谋害皇后的重罪，顿时大惊失色。他们明白，一旦宣帝彻底查清真相，霍家必将万劫不复。在绝望与恐惧的驱使下，几人开始秘密商议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铤而走险，发动政变，先除掉魏相、徐广汉等宣帝亲信，再逼迫宣帝退位，另立傀儡皇帝。可他们的计划早在宣帝的掌控之中。宣帝通过眼线早已摸清了霍家的密谋，却没有立刻动手。他故意任由霍家暗中准备，同时借着追查贪腐和整顿吏治的名义，先后将与霍家来往密切的几个世家大族定罪，一步步孤立霍家，切断其外部援助。等到霍家箭在弦上，即将发动政变时，宣帝才突然下令收网，禁军迅速包围霍府。霍云、霍山、女婿范明友见大势已去，被迫自杀。霍显、霍宇等人被当场逮捕，经审讯后以谋逆罪判处死刑。霍显的女儿、兄弟也尽数被诛。皇后霍成君被废除后幽禁在昭太宫，12年后绝望自杀。这场政变牵连甚广，与霍氏有牵连而被诛杀灭族的达数千家，曾经权倾朝野的霍氏集团就此彻底覆灭。令人唏嘘的是，霍家族灭后，宣帝并未牵连霍光，霍光的陵墓依旧陪葬茂陵，未受任何影响。宣帝对霍光的态度始终在功绩认可与权力警惕之间摇摆，他严惩霍家的谋逆，却从未否定霍光安定社稷、开创昭宣中兴的功绩。他清楚霍光的专权为霍家埋下祸根，却也明白没有霍光，西汉或许早已陷入更大的混乱。这种复杂的态度在10余年后有了最直观的体现。公元前51年，南匈奴归降汉朝，大汉将与空前统一。宣帝为纪念中兴之功，下令在麒麟阁绘制11位辅佐有功的大臣画像，霍光位列首位。但考虑到霍家曾谋反，为维护朝廷正统，也为给霍光保留最后一丝颜面，宣帝特意不在画像旁署霍光全名，只标注大司马、大将军、博陆侯，姓霍氏。寥寥数字道尽了宣帝对霍光的复杂评价，既承认他是定国安邦的功臣，也无法抹去他权臣专权、家族谋逆的争议。这份矛盾也成了霍光一生最鲜明的注脚。当我们将目光从霍氏家族的覆灭拉远，重新审视霍光的一生，会发现他恰似一幅墨色浓淡交织的历史长卷，既有在王朝危局中力挽狂澜、安定社稷的雄浑笔触，也刻着权力失控后家族倾覆、身死名损的暗淡墨痕。他的人生轨迹从不是忠臣或权臣能简单定义的，而是中国古代政治史上一个充满矛盾与张力的经典范本。作为西汉中期政坛的实际主宰，他以20年执政生涯亲手托举起昭宣中兴的治世曙光，却又因对权力边界的模糊、对家族约束的松懈，最终为霍氏的覆灭埋下了无法逆转的祸根。这种功过纠缠的特质，让霍光成为后世审视权力本质与人性弱点的重要境界。若单论政治功绩，霍光堪称西汉王朝的定海神针。汉武帝晚年，巫蛊之祸像一场风暴席卷朝堂，太子刘据自杀，宗室牵连无数，朝堂秩序崩塌，常年对外征战与对内兴作，更让百姓疲弊，国库空虚，帝国统治早已岌岌可危。正是霍光接过武帝襁褓之托，以大司马大将军之职辅佐8岁的汉昭帝，才稳住了这艘摇摇欲坠的帝国航船。他没有延续武帝晚年的激进路线，
而是紧扣休养生息的核心，让历经战乱的百姓得以喘息，也为西汉经济复苏注入了关键动力。更难得的是，霍光在危机面前从不畏缩。昭帝时期，上官桀、桑弘羊联合燕王刘旦发动政变，企图夺取权力，他果断调动兵力平定叛乱，不仅粉碎了夺权阴谋，更巩固了西汉的统治根基。昭帝早逝，国无储君时，他拒绝了行为失德的广陵王刘胥，先立昌邑王刘贺，却在发现刘贺即位后淫戏无度，扰乱朝纲时将其废黜。最终他力排众议，迎立深知民间疾苦的汉宣帝。这一系列决策既要打破兄终弟及的惯例，也要承担废立君主的非议。若无以社稷为重的担当与超凡的政治魄力，西汉的统治或许早已陷入更大的混乱。正如班固在《汉书》中评价：受襁褓之托，任汉室之计，当庙堂，拥右军，摧燕王，仆上官，因权制敌，以成其中，寥寥数语，道尽了他安定江山的盖世之功。然而，这位定社稷之臣，终究没能躲过权力的腐蚀与自身的局限，一步步走向了悲剧的结局。霍光最大的失算在于混淆了辅政与专权的边界。他本是托孤大臣，却渐渐将辅佐之权变成了掌控之权。更致命的是，他对家族势力的膨胀视而不见，甚至刻意纵容。自昭帝时期起，或是子弟便垄断朝堂要职。这种权益主上的局面，即便霍光无篡逆之心，也难免让新即位的宣帝心生忌惮。史书中宣帝见光，内言旦之，若有芒刺在背的记载，早已暗示了君臣间不可调和的矛盾。更让霍家万劫不复的是霍光对家人过错的徇私包庇。既是显夫人为让女儿霍成君成为皇后，买通医官毒杀许皇后，事发后霍光本可依法追查，却因私爱选择压下奏章，隐瞒真相；或是子弟凭借权势骄奢跋扈，甚至僭越使用皇室礼仪，他也从未严加管教。这种将家族私恩凌驾于国家法度之上的行为，就像一剂慢性毒药，让霍家在危险的边缘越走越远，最终亲手将家族推向了深渊。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一语道破霍光悲剧的核心：霍光辅佐汉朝固然忠心耿耿，但最终却无法保全自己的家族，这是为什么？只因威权和福禄本该是君主掌握的权柄，作为臣子，长期把持这种权力而不归还，很少有不遭祸的。在君主专制的体制下，霍光长久掌控本应属于皇帝的微服之权，即便初衷是为了国家，也难免引起皇帝的猜忌。宣帝登基后，表面上对他十分恭敬，实际上却在等待时机。霍光刚一去世，宣帝便通过一系列政治手段，逐步削弱霍家势力，最终促使霍氏谋反之事败露，导致全族被诛。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来看，霍光的一生不仅是个人的沉浮，更是西汉中期政治转型的缩影。他既延续了汉武帝时期对匈奴的强硬政策，维护了国家统一，又通过调整经济政策，减轻百姓负担，推动朝政从武力治国向文教治国转变。他所确立的辅政大臣制度，为后世处理幼主即位问题提供了借鉴，而他废立皇帝的行为，虽在当时是不得已而为之，却也开创了权臣干预皇位继承的先例，对后世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。霍光的政治遗产始终具有功过交织的复杂性。在他执政期间，西汉逐渐走出武帝晚年的危机，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发展，这份功绩不容抹杀。
但它因大权独揽而引发的皇权与相权之争，以及最终导致家族覆灭的悲剧，也成为后世政治家的反面镜子。它告诫我们，权力就像一把双刃剑，既能造福苍生，也可能反伤自身。若将一己私爱凌驾于国家法度之上，终会酿成无法挽回的大祸。今天当我们回顾霍光的一生，与其说是评判一个历史人物的功过得失，不如说是思考权力、责任与制度之间永恒的命题。在君主专制的时代，霍光的悲剧或许难以避免，但他的经历给后人留下深刻的启示。无论身处何种地位，都应当对权力常怀敬畏，对责任坚守底线，对法度心存尊重。后世对霍光的评价也反映出这种复杂性。东汉班固在《汉书》中既称赞他定社稷、安宗庙、恭比周公，又批评他治家不严、私避七罪、暗于大礼。北宋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肯定他忠于汉室，却严厉指斥人臣不可擅行废立。明末王夫之则在《读通鉴论》中为他辩护，认为若刘贺不废，汉室必亡于昏君。这种跨越千年的评价分歧，正是霍光功过交织历史形象的真实写照。霍光的一生犹如一面多棱镜，既反映出古代政治的复杂面貌，也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，只有将权力置于制度的约束之下，让个人利益服从于国家大义，才能真正实现天下的长治久安。他的故事穿越2000年的时空，至今仍在叩击我们的心灵，促使我们不断思考权力与责任、家族与国家、人性与制度之间永恒的命题。历史从未远去，它在声音中回荡。我是深入历史，我们下期再见。